种下希望的种子，收获未来的果实。每一天的付出都在为未来的美好而努力。然而您的种子是否也跟熊哥一样，早早就埋进肥沃的土壤里，等待它的生根发芽，长成参天大树，为家人遮风挡雨呢？山林被大面积的砍伐，负责运送的加长版拖拉机对驾驶的技术要求很高，手工打造出便利于通行的山路。野猪幼崽也开始了对于山林的探索，卸下第一车物料，农庄的重新改造升级已经箭在弦上。新一天的来临，农庄的一切依然平静。照例喂食上鸡群，这是熊哥维持与鸡群之间联系的关键。菜园中的包菜叶已经长成，自己也是采摘了一些，用于野猪群的喂食。今天的熊哥会格外的忙碌，所以并没有太多的时间来像以前一样进行精心的喂养了。前段时间就洽谈好的木材收购商已经开始了砍伐的工作，地势的崎岖以及数量的庞大，都需要熊哥全程的进行跟随。自己的弟弟也是再次的过来帮忙了，2、3台电锯的加入会让所有树木的砍伐轻松上许多。当然在这样的地势之中，也并不是只需伐倒就算结束，为了避免倒下的树可能会砸到果树或者自己的农庄，用绳索拉住枝头，以此来保证其倒下的方向，也是至关重要。接着还要丈量好需要切割成段的尺寸，只有将其全都分解成长度相同的木桩，才能便利于整车的运输。当然如此大规模的砍伐是发生在越南的山林之中，并且这些也全都是熊哥自己栽种的，大家可千万不要轻易的模仿。这些大树的树龄都在6年左右，它们已经到了快要枯萎的时候，并且它们距离自己的农庄太近，如果被大风吹倒或者吹断，都很可能会给熊哥带来难以估量的损失。等到将它们全部的砍伐完，熊哥还会抽时间去到更远一点的地方，进行其他品种树苗的补种。全新加长的柴油拖拉机虽然只是单缸的设计，但是越野的能力却不是一般的卡车可以比拟的。将所有切割好的木桩一根根的摆放好，如此的重量对于驾驶员的技术来说也会是非常大的挑战。不过既然他敢接这个活，那就说明一定有那份自信，所以借此契机，熊哥会同司机师傅洽谈一下自己其他的想法，那就是每次上山拉木头的时候，能够帮忙将自己购买的重新扩建农庄的材料给运送上来。这样不但可以让他多赚取一点收入，并且自己也能省下很多的费用。这样的顺风车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通用的。魏师傅也是欣然的答应了，车子已经装满，这样的行进路线与速度大概需要3个小时才能将这一整车的木材运送到最近的加工厂。晚霞已经升起，熊哥在等待着自己的材料被运送到农庄。随着新一天的来临，熊哥也要为材料的运送做好提前的准备了，手工的开凿出一条山路，以此才可以让拖拉机直接的开到新挖掘好的地基处。为了尽量的缩短距离，熊哥选择了从自己的美人蕉园中直接的穿过，全部的刨挖。这些粉嫩的块茎就是美人蕉的果实，它们并不会因为被挖出而枯萎，熊哥会将其重新的种植到其他的地方。不过话说，这种美人蕉的果实，有老铁知道它的用途吗？是直接可以炒着吃，还是入药的也可以呢？3只小野猪已经将探索的范围扩大到了山林，这里距离野猪群已经超过了200-300米的距离了。不过它们很可能是跟随着小黑寻找到的这里。随着拖拉机的轰鸣声逐渐响起，农庄的第一车物料终于是到了。熊哥指引着司机看一下自己修建的路够不够宽敞，师傅则表示这也只能够是勉强通过，并且这还需要来一个近乎于90度的拐弯。不过好在师傅的经验足够，他选择了更加稳妥的倒车前进。由于山路的难行，此次的运送只是最为基础的红砖，调整好堆放的角度，将捆扎绳全部的切断。随着升降机的升起，师傅选择了最为暴力的卸载方式。不过好在这些砖块的质量过硬，即使是肆意的滑行，也没有出现较多的损坏。而等到扩建的材料一步步的到齐，熊哥就将在此处重新的构建出整齐干净的野猪养殖基地。随着第3日清晨的来临，第一车的细沙也已运送到位，简单的整理。为了应对随时都有可能会袭来的大雨，熊哥还需要对所有的材料进行简单的铺盖，稍微的向中间聚拢，如此才能更好的进行下一步。然而正当熊哥想要稍微的休息一下时，弟弟却是给自己打来了手机，伐木的工作还需要自己持续的帮忙。大雾笼罩着山林，空气中的湿度很高。小黑正在和小野猪玩耍，他们之间貌似已经成为了要好的朋友。毕竟能够走出猪圈并进行外界的探索，还是完全的归功于小黑的指引呢。树木的砍伐依然在继续，此次的大树全都分布在自己的猪圈以及房屋的周边，所以这对于大树的倾倒方向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熊哥在提供力所能及帮忙的同时，也要指导工人正确的牵引方向，尤其是这几棵完全生长在猪圈旁边的大树，他必须要让人攀爬到树顶，还进行牵引绳的固定和捆绑，否则如果倾倒的方向不对，那自己的猪圈在顷刻间就会化为乌有。随着一整天的持续砍伐，农庄周边的视野也是有了前所未有的开阔宽广的空间，这也将会为以后农庄的进一步扩张提供了天然的条件。
然而在这山林之中，熊哥又究竟会将农庄重新的改造成什么样呢？崎岖的山路给物料的运送带来难题，已经可以到处进行探险的野猪幼崽也迎来了断奶的时刻。规划好新地基的改造框架，然而全新野猪的养殖基地又是否能够顺利的进行呢？新一天的来临，总是喜欢外出探险的野猪幼崽个个体态肥硕，熊哥准备要强行的给他们进行断奶了。这些个小家伙逃跑的速度太快了，自己只有利用些手段才能将它们尽数的捕捉。稍微的有些憨憨的小野猪并不难抓，不过它们惊恐的叫声却还是会引起成年野猪的骚动。保护同伴的基因总是会让这些大家伙跃跃欲试。不过好在熊哥已经和他们建立起了主仆的关系，所以自己也并不担心。当然，对于一些小机灵鬼来说，即使熊哥手中握有铁笼，但是总是会躲在成年野猪身后的，他们却也并不容易被捕捉，并且多次都害得自己差点摔了跟头。当然，熊哥也是很享受这样的运动，毕竟看着自己这几十头规模的野猪群，又有谁不会从心底里高兴了？已经抓捕的差不多了，这些小家伙会被单独的圈养一段时间，并且按照惯例，他们断奶的这段期间，熊哥也会多多的提供出营养丰富的食物，也只有这样，才能在保证小野猪身体强壮的同时，还能顺利的成长。大雾笼罩着山林，这是昨夜降雨后所留下的潮湿，然而这却是给物料的运输带来了不小的麻烦。松软的土层让栽种的拖拉机无法顺利的上坡，不过好在在越南，每一台的拖拉机上都有一个自带的重力牵引绳，它们依靠着发动机的强力旋转来拖住车体进行爬坡。熊哥需要全程的固定住牵引点，并且不断的向前移动位置。然而就当以为一切已经顺利之时，一个更大的斜坡却是阻挡住了拖拉机的脚步，无论是前轮还是后轮都在原地打转，自带的牵引绳也被拖拽得滋滋作响。重新的调整好固定点的方向，单单只是这一处坡度就折腾了近半个小时的时间，才终于是勉强的前进。然而往后的几十米却也是同样的艰难。不过记得小时候，小编就是非常喜欢看这种柴油拖拉机陷入泥坑中的爬坡画面，直到现在也是未能改变。也许这也印证那句话，男人至死是少年吧。那么你又是否记得，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你们那里是如何解决的呢？我们这里都是找两个壮汉站在拖拉机的机头上，然后用力的上下踩踏，最后再配合着前轮的左右摇摆，就可轻松的解决。终于是运到了，将细沙堆放到指定的位置，师傅还需要赶紧的去装载已经砍伐好的木材。今天的装卸工人有些特别，老板本人并没有过来，代替他的正是自己的老婆，所以几人干起来也是格外的卖力。即使搬运的过程又重又累，但是画面确实比以前要欢快上了许多。这还真是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啊！转眼时间已至下午，负责托运的拖拉机师傅又为自己送来了第二车的物料。熊哥已经很是疲惫，但是为了保证能够顺利的通行，自己仍然需要扛着铁棍，拖着牵引绳。终于是到了，先将几个木桩并排的放置在地面之上，只有隔离开潮湿的地面，才能让水泥更好的保存，仔细的堆叠，这一点至关重要。然而等到忙完，早已浑身是汗的熊哥却是看向了天边，看样子今晚又要迎来降雨了，赶紧的用防水布铺好，希望不要是大暴雨的来袭，否则底部的水泥很可能会迎来损失。随着新一天的来临，雨后的花朵刚刚含苞待放，猪群的喂食也依然是要正常的进行。雌性的野猪妈妈看上去依然奶水充足，熊哥也是特意的留下了几个体型较为瘦弱的小家伙，继续的进行母乳的喂养。同一窝一起长大的野猪，如今只剩下了7只，但是如果有商人前来购买，自己依然还是会进行主推。曾经身为猪群颜值担当的黑底白花的小公猪，现在已经越来越丑了，但是熊哥却并没有因此而嫌弃。虽然自己很想把它卖出去，奈何所有的商人都没能看上它的颜值。猪群刚刚喂完自己的弟弟，却是突然的来到了农庄。原来此次的他是来帮那个采购自己木材的老板购买野猪的。再次的来到圈养的野猪旁，弟弟会根据老板的要求来挑选最为满意的一头。为了便利于捕捉，熊哥还是使用上了老一套的方法，食槽中来上点食物，就可让这些家伙聚集到一起，并放松警惕。弟弟的突然出手，直接的抓住野猪的2条后腿，就即可让其丧失反抗的能力。突然的惊吓让猪群有些不知所措，只有最为雄壮的女王想着要解救同伴，简单的周旋，小家伙已被放入到了铁笼之中。野猪群再次的恢复了平静，只要没有求救声的发出，他们就会默认一切安全。然而虽然已经被关在了铁笼之中，但是小家伙却并没有因此而放弃抵抗，他总是在用力地甩着自己的头，仿佛只要有东西靠近他，就能将其无情的粉碎。经过手头的大致称重，这只野猪大概有30公斤左右。此次的售卖又再次的让熊哥收获到了300万的越南盾，这下自己又有了可以购入扩建物料的资本了。望着野猪的远去，等待他的又将会是什么样的命运呢？送走了弟弟，熊哥也该开始着手新养殖基地的工作了。劈砍上几根可以用于标注的竹签，
自己要利用今天的时间来大致的规划出所建猪圈的大小与分布，测量出精准的距离，每一个猪圈的长和宽也都要事先的做好标记，拉上用于界定的标线，用竹签作为固定点，来将每一个猪圈的大小先行的框定出来，最后再根据标定好的总长进行进一步的分割。大致的框架已经完成，然而看着天边的乌云，全新的扩建又是否能够如期的进行呢？这是雌性野猪的分娩现场，刚刚出生的野猪幼崽会凭借本能找寻它生命中的第一次乳汁，帮忙擦掉包裹于身体上的胎衣，快速的让身体干燥并保持住体温，才能最大程度上保证幼崽的成活。然而这次的农庄又究竟是迎来了多少只全新的生命呢？漆黑的环境中，只有一束灯光可供照明。熊哥从房间里拿出了一张背心，虽然它的表面略黑，但是纯棉打造而出的它却可以提供充足的温暖。切割上其中的一小段，熊哥要用它来为即将分娩的野猪妈妈打造出温暖的生育环境。自己的农庄毫无悬念又再次迎来了野猪幼崽的降生，细小的蚊虫很多，不过熊哥确实早已习惯。拿上准备好的被褥，来到被单独隔离开的猪圈前，野猪妈妈已经在这段时间内产下了几只。现在的时间越南正值冬季，所以夜晚的气温并不高，连续的降雨也让先前铺垫好的芭蕉叶变得潮湿。不过野猪妈妈却是想要创造出更加舒适一点的环境，将被褥铺好。刚刚生产而出的5只小幼崽也全都被安置在了温暖的被子之上，它们还没有完全学会站立，肚子上的脐带也都还没有脱落，它们被冻得瑟瑟发抖。熊哥轻轻的抚摸，这样可以尽量的减轻野猪妈妈紧张的情绪。10多分钟的等待，第6只幼崽也被顺利的分娩了出来。如今的熊哥已经可以算作是金牌的接生婆了，赶紧将包裹在身体上的潮湿胎衣去除，尽快的保持身体干燥，才能让它们更快的维持好体温。小家伙们已经十分的活跃了，熊哥将它们全都放在了野猪妈妈的身旁，它们会凭借着自身强大的基因去寻找到生命中的第一口鲜甜的乳汁。理论上来说，只要野猪幼崽能够吮吸到乳汁，就代表它可以顺利的存活。当然熊哥也在尽力的帮忙，毕竟有些猪宝宝还不能准确的找到方位，野猪妈妈还在持续的用力，肚子也在时不时的收缩，这说明野猪幼崽还并没有分娩。果然又是10多分钟后，第7只的野猪幼崽也已降生。熊哥依然还是熟练的擦拭掉小家伙的胎衣，而其他的小家伙此时也已逐渐的适应了环境，妈妈甘甜的乳汁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整整2个多小时的持续，8只的野猪幼崽已经全部的顺利降生了。野猪妈妈已经累到气喘吁吁，她需要好好的休息。而幼崽们的加入，又再次的让熊哥农庄的野猪群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大。成年的猪群正在扎堆取暖，这是他们的本能，也是家族间建立关系的重要一环。履行完接生职责的熊哥，终于是可以休息了。持续的准备，自己直到现在都还没能吃上晚饭。宁静的夜晚，在虫鸣声的陪伴下，一碗美味的腊肉，也许就能平复这一整天的劳累。随着新一天的来临，昨夜的降雨又再次的让整个农庄被潮湿覆盖，蒸煮上泉水，熊哥又要继续自己的伺候月子之旅了。小家伙们经过一夜的成长，已经可以完全的站立了。然而放置在旁边的被褥却并没有被野猪妈妈当作铺垫，她还是更为喜欢透露着自然气息的芭蕉叶。山林被厚厚的雾气所笼罩，不过好在熊哥并不需要行走的太远，就能采集到制作月子餐的最好材料。已经完全成熟了的木瓜，较高一些的果实需要攀爬，不过自己仍然需要注意，因为这棵木瓜树并不粗壮。看着松软滑嫩的果实，熊哥没能忍住自己要优先品尝上一把。虽然木瓜更多的还是会作为猪群的喂食，但是它所富含的营养却还是会对自己有益。继续的采集，这样的一箩筐已经足够。精细的切割，长久的练习，已经让熊哥的刀法进步很多。烈火依然在蒸煮，要先将已经被切碎的木瓜放入，这样才能让营养全都进入到汤中。再来上点粗制的植物纤维，鲜嫩的芭蕉树干，用于增加味觉层次的木瓜树叶，等待水开。最后再加入已经被剁碎的木薯粉，如此的一锅，不但营养均衡，并且口感俱佳。当然，只有加入了玉米粉，才能最终的调配出最为适合的月子餐。倒入到猪食槽，野猪妈妈却并没有急于进食，她在警觉着周边的环境，只有完全的安全以后，才会大口的进食。8只的野猪幼崽，在没了妈妈的庇护之后，总是会本能的拥挤在一起，这样在给他们提供了安全感的同时，也能更加的温暖。降雨让猪群浑身都沾满了淤泥，已经断奶了的小野猪也比之前要长大了不少。面对这样的如此规模，看来熊哥也必须要想一些其他的办法，来将多余的野猪销售出去。转眼时间已至正午，然而浓厚的雾气却没有因此而散去，给新的地基刨挖出专用的排水区。连续的降雨已经严重的影响到了熊哥打造全新养殖区的进程，降雨仍然会继续。在标记好的框架中间挖上一条排水区，并不会影响到整体的布局，并且如果降下的雨势太大，好不容易整理好的地基也很有可能会迎来塌方，
让雨水第一时间更好的排出，就可以杜绝这样的情况发生，总是会不期而至的降雨，让熊哥无法进行其他的工作。不过这刚好能够让自己好好的享受一下生活。火堆烧上水，近200只的鸡群，偶尔的吃上个1-2只，不会有丝毫的影响。假装善良的喂食，瞅准送往西天的目标。突然间的一个妖马合一的发力，即使小家伙的翅膀都快要给熊哥扇感冒了，却仍无法改变他的命运。水已烧开，被烫过的羽毛很好清理，简单的分割，只需从中间将其一分为2即可。来上点醋盐调制底味，用油来让表皮更加的光滑，不需要其他的额外调料，只有这样的烤鸡才最是鲜嫩。木炭还需要再烧制一段时间。穿上皮靴，熊哥还要去到菜园中采摘上一点新鲜的蔬菜来作为配菜，鲜嫩的无公害生菜，这是所有烤肉的绝佳搭配。材料都已准备齐全，将烤架放好，已经没有了明火的木炭，温度刚好，将所有的鸡块一一放上，只需10几分钟的等待，香味就已彻底的飘散开来。等到鸡油沸腾，外皮酥脆，一个精致的摆盘就已瞬间的让人欲罢不能。撕扯下肥嫩的大鸡腿，蘸上点自己亲手制作的辣椒酱，这样的生活，可能就连仙人看见，也许都要感叹一番吧。独自一人的农庄改造，究竟可以打造出什么样的全新养殖区？不论是活泥拌浆，又或是精细的墙壁搭建，为出生不久的野猪一家铺垫上取暖的芭蕉叶。然而这2024年的第一头即将要出售的野猪，又究竟可以为自己带来多少的收入呢？新一天的来临，连续的降雨终于是间断了2-3天，已经被延期很久了的全新养殖区也终于是迎来了开工。虽然降雨仍然可能会再次的不期而至，但是看着已经运送好了的材料，熊哥也只能是零散的进行了。小推车是自己建造房子的时候所购买的，如今他又再次的派上了用场。虽然每次能够推送的东西并不多，但是这却给自己的工作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先将砖头搬运到制定的地点，前2天挖掘好的排水沟就刚好是搭建围墙的选址。白蚁已经开始在地基上打造巢穴，这是连续降雨所带来的景象。当然，全新的牲畜养殖区建造起来也并不复杂，熊哥没有邀请任何人帮忙，毕竟如此的工程，要是有其他人帮忙，自己多多少少都是要有一定的花费，能省则省，一直都是熊哥所秉持的生活态度。水泥被覆盖得很好，它并没有因为降雨而出现损坏。3车细沙1包水泥，这是熊哥用来调配出最为适合建造围墙以及打造地坪的比例，充分的融合。一个人的工作虽然枯燥，但是却好在可以慢慢进行，所以这也并不会让自己感觉到疲倦。之前所搭建好用于浇灌果树的灌溉系统再次有了用途，虽然它并不能直接的延伸到用于搅拌的位置，但是却也提供了足够大的便利。小黑貌似在石缝中发现了什么，他很有可能是嗅到了野生山鼠的气息。熊哥的生活已经自给自足，所以对于这种野味来说，自己已经没有了太大的兴趣。水泥灰的持续搅拌，自己所调配出的比例足以抵御住野猪的破坏力，直接的将泥浆放置于地面。依据拉直的水平线，熊哥要尽可能的保证砖块堆砌的平整性。经过2次房屋的打造，如今熊哥的瓦工技术已经可以堪比专业，所以不论是敲砖找平，还是水泥的完美勾缝，自己已几乎可以做到手到擒来。虽然仅仅只是垒砌起了3层，但是高超的技术却也依然被体现得淋漓尽致。几乎是一整天的时间，3个形状规则的猪圈地基框架就已大致的成型，它们的空间宽敞并且造型统一，一个猪圈中饲养上的7、8头野猪完全没有问题。熊哥已经在憧憬以后的现代化以及规模化的养殖场景了。时间已经不早了，将所有的器具尽量的清洗干净，只有这样才能让其可以使用的时间变长。然而对于和入口处相互对应的这个特意预留的缺口，你知道它的用处吗？随着新一天的来临，不期而至的降雨却又再次的打乱了熊哥的计划。拿起铁锹，野猪的饲养区已经完全被稀泥覆盖，所有野猪的身上也全都脏得要死。在原有的位置处再次的开挖出一条排水沟，只要尽量的减少雨水的囤积，就能最大程度上杜绝淤泥的再生。猪群平时全都栖息在这所老房子中，熊哥也是沿着周边进行了初步的整理。喂食的时间已经到了，昨夜的降雨让芭蕉树的枝叶变得十足鲜嫩，熊哥决定就用它们来给猪群补充上抵御寒冷的热量，尽量的放置在依然干燥的地方，这样才不至于还没吃完就被这些家伙糟蹋了大半。已经断奶了，小野猪也很喜欢这种绿色的食物。从它们睿智的小眼神中，熊哥貌似也是看出了它们等待新猪圈建成的焦急。随着第3日清晨的来临，今天的日子略微的有些特殊，这是2024年的新年第1天，仍然处于冬季的山林已经降温到了最低的时候。虽然自然枯死的芭蕉树叶并不是特别的干燥，但是对于只有5°C的夜晚来说，野猪群的防寒保暖已经到了迫不及待的时刻。大量的采集，自己需要将这些分成3份，才能保证每一只野猪的温暖。再次的来到老房子前，只需将芭蕉叶稍微的铺开，烙印在基因深处的记忆
会让猪群自己动手打造出温暖的小屋。即使是这些还处于幼年期的小家伙，他们也依然懂得该如何利用这些可以给自己带来温度的树叶。野猪妈妈的一家已经被单独圈养，快要1个星期的时间了。这8只小野猪也是成长得越来越强壮，它们其实已经到了可以探索世界的时候，只可惜不间断的降雨却并没有给他们这样的机会。也许只要太阳一出，熊哥就会让他们彻底的融入到其他的猪群之中了。转眼时间已至中午，熊哥也是迎来了新年的第一单，有位当地的村民将会在不久后来到自己的农庄，购买上1头野猪，劈砍上1根毛竹，自己要利用等待的期间来编织上一个可以用于捕捉以及便利于运输的猪笼，一点点的分解成竹片。编织的材料依然还是只选用最外侧的一层，两两的横竖交叉。猪笼的编织技术要略微的区别于其他用于添加的竹片，要从中心点的4个夹角处进行，只有如此才能让成品拥有多处的连接点，并十足的坚固。近1个小时的持续，完全由手工打造的形状规则的猪笼就已完成。略微的等待，购买的村民已经到了。由于山路湿滑，所以熊哥也并没有像之前一样悉心的接待，要尽量的节省时间，才能在天黑之前去到山下。小家伙已被捕捉，它仍然是熊哥一直主推那一窝野猪中的其中1头，而编制好的猪笼也刚好适合它的尺寸。小家伙在其中很是牢固，仔细的捆扎。由于没有称重，所以此次的熊哥又要一起跟随着下山。潮湿的山路并不好走，不过好在经过近2个小时的颠簸，两人终于是到了。经过称重，这个小家伙也和之前的那1头野猪一样的重量，25公斤，280万的越南盾收入，也是给新年开了一个好头。